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海豹新出的这一套钢铁之心的老 V 对大黄蜂套装。盒子这个包装跟上一款是一样的，封套里边是对开门。我们先来看这个大黄蜂的小火车头，非常可爱的一个造型啊。推车滚动的话，前轮转的挺溜的，后轮这里有一点卡卡的，所以它推起来并不是很顺畅。材质虽然说也是现在官方那种偏软的料子，但是整体的密合缝隙还不错。而且这个系列主打的是所有武器全部都能收纳起来，哎，这个就很好啊，小小的非常可爱。甚至你360度的看，哇，这款车头包裹的非常完整啊，暴露的地方并不多。伪装形态做得很好，那我们来变形一下。首先翻到底盘来，揪出它收纳的武器，把腿分一下，在中间夹着。然后这一块的轮子后方这里有一个连接的卡扣，也就是因为这一块的边会磨到袖口啊，所以呢转起来不是那么顺畅。哎，这块的轴会非常的紧，拧个180度翻到这一侧来，接着把胳膊90度折一下，顺着前方插口的位置打开，整个的往下拨90度。腿部左右分开，脚丫子的旋转翻出，这里边是一个双段的关节，整个的拉下来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固定的限位点啊，就折成这样斜着的就行了。能把腿伸出去，脚丫子放平就好了。但腿后边这里会出现2个大窟窿，这个时候在车头两侧这里有2个深灰色的板子，把它立出去。这一块一定要先翻出，再把这一块打开，来回的转，提起来，提上去以后，胳膊顺着里边的关节揪出来，拧到正确的角度上，把这个拳头翻出。好，腰顺势我们也把它撇直了，2个肩胛稍微往下一些，摆成斜着的造型。这2块再翻下来，这个贴上去，挡在后边。后背这里边来看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个空壳子，所有的偷胶面都在这里边了。小臂后方、小腿后方以及这块后腰，整个是空的。也就保证了一个正面的形式好看。变形的过程其实挺简单的，但是这颗大黄蜂的人形做的是真不咋地。首先，其实从比例上面能感觉出来，身子偏长，腿又偏短。即使说你把这个脚踝拉到底，还是感觉短腿身子长的一个比例很不协调的操作。脑袋也是偏小的，所以整体来说，这个大黄蜂的造型保了一个火车的形态，但从后面看，这个地方做的太不像话了呀！可以说这4款里边，大黄蜂做的是最差劲儿的。但是谁让人家人气高呢？亲儿子嘛。可动关节倒是该有的也都有啊。腿部这里还挺紧，脚踝左右旋转。头雕的造型刻画的是非常漂亮的，既保证了记忆大黄蜂的那些元素，又加入了一些蒸汽朋克的味道在里边，挺好看的啊。胸口这里的汽车人 logo 点缀了一点金漆，整体的高度在12公分左右，也是现在一个缩水的 D 级别。整体把玩下来的感受，同样是火车变形，这款大黄蜂做的可比擎天柱诚意差太多了。我们主要还是来看这款老 V 吧。同样，这个老山炮的形态设定非常不错，而且完成度也很高。2个大轮子滚动起来非常的丝滑，后边这里还设计了2个小的轮子，所以理论上这个老山炮是可以在桌面上面来回推的。但是因为有这些钉子的存在啊，滚动起来会被卡住。包括它包裹的完整性，也挺好。伪装形态这几个都做的可以的，没什么偷胶空洞的地方，但人形就都有问题了。来看变形吧。首先把这个炮管子摘下来，腿部这里打开，
这里边都是有卡扣连接的，中间和腰部的这块零件上边有一个结合。180度翻折开，脚丫子撸出来，腿打开，非常简单的一步操作啊。腰部拧个180度，下半身我们就变好了。这款的设计主要还是玩背包啊，左右打开这2个半圆形的位置，记得这一块连接的炮根部的位置啊，还有一个小的锁扣，把这2块轮子稍微的往上折一点点，打开以后再折开胸口和胳膊位置定位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也不是个插扣啊，就是个定位点。把它折开，2个胳膊就可以通过双关节折下来，然后旋转到正面去。后背这里的盖子再打开，把脑袋从里边翻出来，卡回去。小臂位置的变形，把这一块小炮折进去。从这里边再把手折出来，要多往外折一点点关节，再往回盖这个盖子，盖回来这些插扣结合锁上，再把手放进来。啊，另外的一边折小炮翻进去，把里边的手抠出来，往外撇，跟这边的插扣对上，再把手锁回来。这回臂炮的位置呢，你可以插在这儿，对吧？稍微的往外一点，也可以插在这个洞里边。小臂的正面这里放了个臂炮，而不是我们理论上的插在外侧了。所以呢，当插上臂炮以后，这条手臂在折动的时候会有干涉影响的。稍微的扭一下，那这款老威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步骤就变形完成了。可以说这个变形基本上就是那种一翻腿的设计啊，但是你说这个变形还挺简单挺高效的。大炮的那个完成形态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啊，也是把双腿跟这么一折叠，折成一个三角区，变成后边的炮架子，上半身主要是一个肩膀的收纳，胳膊的收纳，但是处理的完成度还别说，人形态和炮形态都不错，唯一就是这个小腿肚子后边这里的窟窿了。如果说有一个盖板，对吧，从这里边能翻过来隐藏盖一下就好了，但是就差这一点点啊，你这多加一个零件的事儿非常可惜。老威就这一点点，其实从后背看，背包这里都是满满当当的，手臂也没有什么头胶空洞，挺好看的，而且这个人形的身材比例非常的不错。这个颜色的搭配上边一改了曾经那种老威的灰色的主体啊，其实是那种偏深棕色一点的味道，也挺符合这个老山炮的感觉。但该说不说，这个颜色配出来还挺好看的。当然大腿稍微转一转，内侧这里的头胶就非常的明显了。可动的部分，头部球形关节360度旋转。肩膀上边因为这个大轮子根部这里多做了一个关节，所以额外的可以翘起来。平举的话倒是也能举到这么高。二头肌变形需要旋转，手臂双段关节也是变形的需要，所以折叠的幅度都很好啊。手腕没有转动，毕竟是个低级别的小玩具啊。腰部360度旋转，没有弯腰，但是这一块的刻画涂装做的都是可以的。前踢范围很大。后踢这些都没有干涉，活动的范围该有的这些关节都能处理得很好。因为变形的需要，这个膝盖的关节折的也是非常大的，甚至脚底下这里还做了一个小范围的接地幅度。头雕方面，这个马桶头做的非常的不错，而且其实有做刻意拉长老威这张脸，显得那种长脸气场很足。红色的眼睛，其实还有隐隐的看到好像有眼线的这种感觉啊，非常的不错啊，很漂亮。胸口的霸天虎 logo， 但是这个深棕色的零件也是有不少的水纹。腿上这些面板水纹会更加的明显，边缘还有一些小铆钉的刻画。到头顶在13.5公分左右，但是我觉得在《钢铁之心》这漫画里边，把老威设定成这么一门老山炮，既符合了
原始 G1的那种手枪 V 的设定感，又觉得这个放在那种西部开发的时代会显得设定上边更加的合理，而且完成的效果真的非常不错。虽然它的变形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一翻腿，两个胳膊往出一伸，但是两个形态处理出来又是那么的恰如其分。可以说用这个词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。所以我一直在说什么是好设计，即便它枯燥无聊，但是它两个形态兼顾下来以后的效果，变形又简单，玩家把玩起来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压力，这就是一个好设计。看这个人形真的非常帅，大炮的形态处理完成的效果又很好，唯一就是刚才提到的能加一个盖板把小腿这里堵一下窟窿，那这款就已经让人很满意了。如果说第一弹的擎天柱和红蜘蛛两款都能做到7至8分以上的话，这一次大黄蜂和威震天，我觉得威震天能给一个9分。不知道为什么评分这么奇怪吧？因为它变形简单，因为它是一翻腿变形，或者说因为是对于威震天这个角色设定的一些加分项。但我真的觉得这一次的威震天处理完成的各方面的素质，甚至要比红蜘蛛和擎天柱给我的好感度要高一些。大黄蜂就很操蛋了，最多一个5分，他连及格都谈不到。也确实，这一回的套装价格会比第一弹便宜一些，390块，我觉得其中有290是给威震天的，这个最多也就值100。只有正面能看，正面的比例还不甚很协调。老威基本上我没有挑出太多的毛病，甚至做工方面的问题都不大。如果后面有配件包公司把大腿内侧的偷胶，小腿后面加一个盖板，把这两个问题修正了的话，当然这个现在是孩之宝已经不算问题的问题了，这是孩之宝的企业文化了。所以可以说钢铁之心这套漫画线里边，擎天柱和威震天这两派的大哥其实是相当值得收藏的。变形简单流畅，整体完成的两个形态都非常的不错，尤其这次的威震天让我做的非常满意。我一开始还想着他身体的变形结构该有多变态的一种想法，才能折叠成老山炮的那种形态，没想到就是简单的一翻腿，胳膊往那一伸，处理完成竟然还奇好无比。设计师在这款上面也确实做到了那种大道至简，还能让你有反复把玩的这种乐趣在里面，挺好的，我真的很喜欢。大黄蜂给我感觉就纯粹是凑数的，什么玩意儿？虽然说它的变形其实有一些巧思在里边，但是碍于孩之宝如今的这个成本限制啊，它是不利于这些设计师发挥的。你这一块的变形结构设计想法挺巧妙的，但是成本只允许你在正面处理完善。当然，如果能追加一些成本的话，我相信设计师能把这个后背窟窿填补好的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这个最多就是个半成品。做成这个样子，纯粹是因为大黄蜂现在电影带起来的热度，真的这玩意儿看得太腻了。威震天就是我刚才那个观点，大道至简，处理完成的效果非常不错，人形甚至身材比例方面都是非常好看的，真棒。那么大家觉得钢铁之心的第二弹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集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